大家晚上好啊！今天我们开始，建窑瓷器鉴赏。为什么选建窑瓷器呢？其实原来我们考虑是五大名窑啊，汝官哥定钧，但是哥窑呢，问题还没有，是唯一一个没有就是窑址发掘正式的一个窑，而且对它的时代呀、这个产地啊还都有争议。所以说这个窑呢，就是如果大家想了解啊，就是故宫前几年开过五大名窑学术讨论会，然后歌谣呢出了一本这个图录加论文，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那个翻翻这部书，就是歌谣的问题啊，就主要是传世歌谣，还有一些那个出土的那个歌谣瓷器都收录在里边了，大家可以看那个。那么选建窑原来是我准备是让那个福建省的考古所的厉建安老师讲，他都答应了。结果后来呢，他这个也有事，他说他讲他那个是搞考古的，讲鉴赏，他觉得很严谨啊，他说的不讲了。后来我这个等于是补缺啊，就是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就是讲建窑。那么在讲这个建窑之前呢，因为建窑是宋代的一个著名瓷窑嘛，所以说我们把那个宋代瓷器的发展的大致情况用简单的几句话把它概括一下，就是10至13世纪是我国瓷器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宋代瓷器有了较大的发展与提高，新型瓷窑大量涌现，南北各地民窑辈出，品种繁多，瓷器造型丰富。装饰技法多样，专业作坊开始出现，瓷器大量输出海外，具有官窑性质的瓷窑和贡窑性质的瓷窑出现，这些都是宋代瓷器发展的重要标志。总之，宋代是民窑瓷器的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官窑正式确立的时期。这是一个咱们那个地图啊，就是我们这些年致力于这个古窑址的调查。目前我们看，在黑龙江、吉林这边，西边是新疆，西藏还有青海，只是在这个5个省，目前我们没有发现这个烧瓷窑的地方啊。当然，这个新疆、青海、西藏肯定以前都烧过陶。但是这个陶窑规模小，它不容易保存下来，所以说目前我们在这5个省还没有发现这个烧瓷器的窑。那么我们看，除了这个云南地区，它的烧瓷时间相对晚一些啊。我们都知道，云南大概原来大家的印象，它是元代烧青花的，就是属于那种青釉青花。那个不像景德镇的青花那么这个白蓝对比鲜明啊，它实际上是青釉青花，青花的颜色发色也是比较那个灰暗。所以说，现在经过研究，很多当地的专家认为，云南这个青花的烧造时间可能绝大多数都在明代啊，可能个别能到这个元代。所以我们原来认为云南大量的元青花，实际上现在都向后移了。所以说，云南这个地方就是发现瓷窑也是稍晚的一个地区。另外，海南这个地方我们也调查了这个地方的古瓷窑，它的烧瓷时间也相对晚，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像宋代这么早的瓷窑。所以说，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5个省没有发现瓷窑的地方，加上云南和海南烧瓷时间比较晚，那么在其他这个大部分地区啊，都发现了宋代，包括这个辽金西夏时期的这个瓷窑。所以说，宋代瓷窑在全国这张图的分布上应该是最广的。那么我们讲建窑，它是处于福建省啊，福建地区的。那么福建省目前在数十个县市发现了古窑址，大部分呢分布在西北部建阳地区及东南沿海、宁德、莆田、晋江这一带。以晋江地区比较密集啊，全省窑址绝大部分为宋元时期的。那么近些年又发现早期的战国时期原始青瓷的窑址。
然后南朝、唐代青瓷窑也发现了一些。那么到宋代，我们看福建省和全国情况一样啊，就是宋代瓷窑迅速发展啊，这个瓷窑众多。那么有一部分瓷窑它延续烧到这个清代，但是到清代很多窑就烧这个青花呀，那个青釉了。那么宋元时期的瓷器品种啊，我们大体上看福建地区可以分为三大类，即黑瓷、青瓷和青白瓷啊，这是主要的三个品种。那么明清时期就是烧白瓷，像德化窑啊，烧白瓷、青瓷还有青花瓷器。这个地图比较老了啊，但是我就是框起来的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调查窑址去过的地方。你看它的窑址分布从北到沿海这边比较密集啊，一直到南，最南到东山和云霄这个地方都有瓷窑，宋代瓷窑发现。那么我们对福建省的窑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我们大概分4次，共花时间58天，调查了93处。这93处和我以前统计多出来了几处啊，可能和我们以前调查的窑是有重合的，或者把以前调查的窑，因为我凭印象写它多出来一点，回头我再去核实。我们看这个蓝字体的这些都是有窑啊，就是我们对窑的概念呢，就是一个窑它可能有多个地点啊，随着时代的推移，它这个地点在不断的移动。比如这个地方取土，烧柴，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它这个柴烧的差不多了，它就会换地，土也用的差不多的时候，它这窑址随着时代它会移动。所以说一个窑的概念，实际上它是一个窑区啊，它分很多的窑厂。这个我们从前边几位老师讲的都可以了解到。你比如钧窑，只在禹县这一个地方就发现了100多处窑，是吧？所以说一个窑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窑群。所以我们说这个福建地区我们调查的这个从北到南啊，数量还是比较多。这一页也是我们调查过的古窑址。那么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讲建窑啊，宋代的背景和建窑的这个烧瓷背景，前面给大家介绍一下。下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了解一下建窑。一个烧瓷历史，然后从烧瓷品种、造型、胎釉、款式、烧造工艺、建盏与饮茶这个角度我们也稍微谈一下，然后再看看建窑系，还有现代仿建窑这几个问题。我们时间很紧啊，我尽量快一点。我初步认识建窑呢，是因为我到故宫工作以后，这个故宫建窑瓷器有100多件，当然这个140件它可能目前看是不确定啊。原来我们建白瓷也有的也叫建窑，我估计里边是不是老的名称里边会有这个福建的那个德化白瓷啊，它叫建白瓷。过去可能在网上一统计一类的时候，它可能就都进来了。所以说这140件有个别的可能是其他窑口的啊，比如说我们黑釉盏很多，在故宫数量很多。但是不是定的那么准，我们现在其实还是要重新再考虑啊。大约反正是100多件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对我学习建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资料啊，对故宫人来说都是。那么再有就是86和87年的时候，我陪冯先明先生调查闽北地区瓷窑，其中包括建窑，这也是我对建窑进一步认识的一个过程。那么从07年到10年，又4次调查了福建地区的瓷窑，其中也包括建窑。那么到了2019年，因为我带的一个学生啊，那个是研究生，他是就在建窑这个窑址这个区域里边，他家就在这儿，所以我和他又重新又去了一次建窑，做了一次调查。那么还有一个对我改观啊，对建窑这个认识有改观的是
09年在北京大都会馆举办过一个这个建窑瓷器展，后来主持的这个展览的当时是陈世龙馆长，他把这整个的展览里边的这个建窑的图片啊，有600多张、600-700张，他都拷给我了。所以我看到这里边可能大多数都是私人收藏的，但是精品非常多，所以我们下边可能也会用到一些。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故宫这个收藏瓷器的状况，故宫明清官窑是数量最多的，其余的几万件是历代瓷器啊。北京和台北故宫收藏的强项就是宋代5大名窑和明清官窑，这是我们数量比较多的。那么后来我们陆续有局里调拨，有收购，是吧？又进来一些瓷器，因为要想完整的体现中国陶瓷发展史，这个故宫的陶瓷陈列展览很重要，所以有缺的我们就尽量把它补上。所以说按数量说，故宫这个从品种上看，这个黄釉瓷器最多啊，它有大概13万件，所以说这也体现了皇家用瓷的特点啊，就是黄釉瓷器非常多。其次我们看是青花，然后是白釉，然后依次这个青釉、蓝釉、红釉、釉里红，这个绿釉都是以千计的。那么黑釉的数量是接近1000件啊。如果按器型来说的话，最多的是碗，大约22万件都是碗，盘子8万件，其他是瓶各类的造型。所以说这个大致的是故宫藏瓷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宋代瓷器呢，5大名窑汝官哥定钧，这个加起来差不多是1000件，像北方磁州、耀州、辽西夏加起来也不到1000件。南方龙泉窑这个最多啊，收藏数量1600多件，但是它是历代的啊，其中包括宋代。那么越窑瓷器啊，像景德镇的，我这个数字还没统计上来，应该也是有几百件。景德镇宋代主要是青白瓷了，碗盘洗这类的东西最多，然后壶瓶是吧？这个加起来这器型展托也是很丰富。然后吉州窑、建窑，还有一些我们故宫的数量很大，就是未定窑口的，为什么不定呢？就是确定不了，全是黑釉，大家这个特征特别明显的我们可以定。你比如建窑的特征比较明显，我们能定出来，但有些黑釉北方普遍烧造的那种，这个要定具体的窑口就很难。所以说这个从这个比例上看，我们看建窑瓷器100多件，这比例也是还是可以的啊。下面我们就看器物，这2件都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釉色黑一点儿，这种是长口的，这个也是类似的这个兔毫盏啊，这是比较典型的。这也是故宫博物院，也是兔毫盏，这个也是。所以我们看这个建阳窑，它这个盏或者碗的特点啊，这个一个是胎色非常深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后边还会有图，大家陆续看。还有一个，大家看它这个口部的特征，它因为这个釉在高温下它垂流的比较厉害，口部这个釉就好像失去光泽，它就有点像铁锈的色啊。就没有什么光泽了，这也是建窑。我们看很多碗的口沿上都会出现这种铁锈色，就是光泽感不是很强。我们看它垂釉这边有基釉，有的就是滴成了滴，这个滴有的时候粘在下面的窑具上就烧坏了，就算废品了。这是我陪冯先生86年考察福建北部时候就是窑址的照片，那时候挺艰苦啊，就是走路到窑址需要走很长的路，然后再背着瓷片，反正爬山涉水的也是挺辛苦的。现在我们条件好了，去窑址就是走路都比以前要少了，因为得益于那个村村通公路的政策嘛，所以说这是全程
陪我们那时候调查的，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就是那个曾凡先生啊，是福建地区搞陶瓷比较老的一位先生，资历比较老，这是也是文物部门的陪我们去调查的。这些呢，就是我们当年86年调查建阳的几个窑址的一些标本。我们看当年采集的标本，它这个片还比较大啊，有的是大半个碗，有的就是碗缺一块儿，你看稍微缺一点儿，这个保存的相对完整。这是又一处窑址，你看刚才是一处，现在这是南山窑，我们看它仍然烧这种建盏啊，这个小碗儿，这个造型其实也是有多种，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关系，只能列一些，大家大致了解一下。然后这个也是南山窑的，你看基本上是差不多完整啊，这大半个，这个足我们看颜色都比较深的啊，那种铁足。大家看说这个不是有点黄胎吗？实际上它是土沁的颜色，真正你要新的缎面，我们看它里边的胎色都是漆黑漆黑的那种。这是我们当年在南山窑采集的这个窑具。就是用这样的窑具啊，我们叫漏斗形的匣钵啊，一个碗一匣，这样一个里头放一个，然后依次叠摞起来，这就是当时它的烧法。然后这里边呢，它需要垫一块泥，这个泥搁在这电饼里头，然后把碗放下去，轻轻一按，你看这个圈足的痕迹就印在这个电饼上了。这个电饼也还有字的。这是我们当年也是86年采集的这个一些青釉的标本，就是说建阳它除了烧这个黑釉大量的以外，它还烧这种青釉，这也是南山窑的这个是又一处啊，芦花坪窑和大陆后门窑两处，它的这个釉色我们看有的黑一些啊，有的呈酱色，有的上面酱色，底下基釉的地方因为釉厚嘛，它就成黑色。这个在建窑瓷器，特别碗盏里边还是比较普遍的。这是这个带有这个铭文的这个电饼，这都是放在匣钵里，然后这个碗就放在这个电饼上啊，这样印出来的有字，就是左边这里边有贡玉进盏，就是我们说建窑曾经进贡宫廷啊，这种茶盏啊，就是这一类，就是这么烧出来的。这边呢有姓李的、姓氏儿的铭文，还有王字啊，这中间这是一个印的王字，所以这都是窑址上当年采集的这种标本。然后我们除了调查建阳窑这个宋代的窑址之外，还调查的这个，我们一看这支烧工艺啊，5点啊，支烧的这种叠烧的方法，这是福建地区比较早一些的烧法。它在晚唐5代时期啊，就是叠烧，它不像宋代比较讲究一匣一器啊，它这个碗搁几个泥粒儿，或者是放一个窑具，就直接支起来，这样依次叠烧这样的烧法。这是我们后来10年又去调查了，它这个这是第一手资料，就是在窑址上面拍的。他说这个建阳窑址分布在芦花坪、牛皮轮、大路后门和营长前等处啊，创烧于唐。你看我们刚才采集的那个唐代的啊，晚唐的就是这一类青釉，兴盛于两宋，然后元代趋于衰落，以致停烧。早期产品为青瓷，5代末期至北宋开始烧黑瓷，那么两宋这个达到鼎盛，成为中国著名的黑瓷生产基地和建窑系黑瓷的命名的窑厂啊。那么01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在89年至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这个和当地文物部门联合发掘了一条窑叫大路后门，这我们86年也调查过。进行了发掘之后，清理晚唐5代至宋末元初的龙窑这个基地10座啊，就是10座龙窑的窑基都在。
然后其中一条是长达135.6米，是国内已知最长的一条龙窑，也可以说是世界之最了。所以99年他们这个遗址发掘之后，获得了这个福建省的10大考古发现。这是这条龙窑，因为这个角度啊斜拍的，它这没拍好。这是这是大陆后门窑，就是最长的那条龙窑啊。然后这个附近我们看还有大量的这霞波呀，这个瓷片也有少量的这个堆积。那86年我们去的时候，那时候窑具和瓷片堆积就是像小山一样高啊，那个规模一看烧瓷规模挺大的。经过若干年，我们再去调查，这个标本就少了，因为这个谁都去捡啊，特别是当地的爱好者啊，这还有外地的爱好者也去捡，所以说这个标本这个流失的还是比较厉害。所以你看大陆后门它的窑具也是这种漏斗形的匣钵，这匣钵里边一个电饼，然后在这个电饼上放这个碗，都是这种烧法。那么建阳窑呢，它早期当地考古部门还发掘了一条这个安尾山窑啊，也是一条龙窑，它这个就是早到唐代，所以概括起来说，建阳窑是从唐代一直烧到元代，这都是有物证。那么2010年的时候，我们调查，你看他写水级窑址，这个大家注意这个碑啊，我们后来又去过这个，还是这块碑，它的面目就不太一样了。这也是一个以前立的一个建窑的这个遗址的一个保护碑。这个碑这个背面啊，一般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它后边这个文字。这个文字因为后边有挡的东西，拍的都比较斜。它也是这个释文，我给它给打出来了。他说水集窑是我国宋代著名黑釉瓷器产地，所产土豪盏风格独特，驰名国内外。窑址分布于水集镇池中、后井2村的芦花坪、牛皮轮、大路后门和营长坑等处，产品以黑釉为主。近年又发现青白釉啊，这又是一个信息啊。我们前面看到了黑釉、青釉是吧？那么后来又发现青白釉，所以我说福建烧的这3大品种啊，在建阳窑都烧造。这是10年的时候，你看窑址的状况，就是大的匣钵就都碎成这样了，因为一遍一遍的翻呢，大家在这里边翻就是找好的标本，找完整的器物，因为有的时候这一窑塌了以后，这个一摞匣钵倒在那儿，这个就属于废品，就不要了嘛。那么现在当地的有些这爱好者就去挖这个倒的这有的匣钵里边，他们给它锯开，里边那个碗还是完整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很多人都是一遍一遍的去翻啊，去找啊，所以这窑址的情况，破坏的比较厉害。你看，本来是应该被这个茅草都覆盖的，那么这都是经过多少次翻动啊，成了这种。我们后来去的时候，这个就一看一望无际的，全是新翻出来的图，就是大家在里边还是找那个比较完整的好一点的标本。你看，这是窑址出土的，也是缺一块啊，这些东西都收藏在当地的农民手中啊，就是他们住在那边上嘛，所以没事就跑窑址去捡出来的好东西，他们都收起来了。所以说，都是从窑址出来的这些小盏，你看这一箱一摞一摞的，都是窑址出的。那么10年的时候，我们在调查的时候还发现这个青瓷啊，很漂亮的青瓷。我们看那个装饰风格啊，就是和龙泉窑最早烧的那种珠光青瓷是一样的风格。中心是团菊，然后外边是，你看这个花儿，我们侧着看像花儿又像蝴蝶似的，我就叫它蝴蝶花儿。这种很多窑都烧啊，在福建省，这个都是这种。然后它的器地上，它是用碧点
就是点出了的一排一排的这像之字形的纹饰啊，就是它这个刀法一正一斜，一正一斜，它点出了一排排点，就是之字形的这种花纹了。你看它的背面是刻复线，这也是珠光青瓷的特征啊。里边划花壁画或者壁点纹，外边是刻复线纹。这儿我们注意它的烧法，这是四个点支烧啊。这种烧法我们看龙泉窑也有这种烧法啊。实际上这珠光青瓷福建整个地区从北到南都烧，它应该是受到这个龙泉窑的影响。这是我们调查福建北部的松溪窑，我们看也是中间团菊，这是划花壁画，然后背面我们看这烧法跟建阳刚才我们看的4点支烧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鉴定老窑瓷器的时候特别要注重什么呢？就是这个支烧工艺。这个每个窑它用的窑具不同，支具不同，那么形成这个支痕它就不一样，是吧？你看我们前面讲的汝窑是芝麻形的支钉，是吧？那么这个福建地区我们看到的受龙泉窑影响是4点支烧，而且这个4点成小方块，长方形的小方块，有的是不规则的啊，但是4点支烧这是很多窑都那个什么。这是我2019年就是和学生谢岩一块儿去窑址啊，你看这也是翻过了多少遍的这种。就是这一年我们再去采集的标本啊，多大了呢？就像手指甲盖大小，最大的也就1元硬币的大小，其他大一点的全都没了。所以说这个经过又是10年啊，从10到19，过了10年之后，这个瓷片几乎是见不到好的瓷片了。然后我们再看刚才看的碑，我让大家比较关注啊，经过10年，它这个字迹已经风化了，还是那块碑啊，但是看起来是那个更旧了一些。就是这次调查呢，我们又调查了一处这个青釉瓷器的窑址，你看这就是在这个位置啊，采集的这个叠烧的，也是比较早的这种叠烧方法。还有一个比较令人这个兴奋的是，就是同时看到了这个青白釉。当然，这个青白釉我们不是看着它出土啊，但是介绍是当地出的，所以说这个有可能就是前面介绍的啊，后来又发现烧青白瓷的窑是吧？所以这个青白瓷，这个南方很多地区都烧这个青白釉。所以你看，这个是6瓣花口的这一个小盏，这是盏托，这也是6瓣花口的碗，这是炉，这种也是炉的一种啊。这种炉就是刻出像编织纹的这个斜的棱形的这种，在福建地区，在莆田一带也很常见啊，很多窑也都是这种装饰。所以说，通过这几次调查，同时呢，我们也看当地博物馆及私人收藏资料还是非常丰富，对建窑呢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建窑的烧瓷历史，其实咱们前面也多少了解一些啊。它是宋代黑瓷的著名产地，发现于1954年啊，50年代。然后这个建国以后，经过多次发掘，这个已经看到这个窑址10多处啊，主要分布在建阳的水集、芦花坪、南山、绛口、牛皮轮、庙上、白马前、大路后门，这都是我们86年也都来过这些窑址。那么对水集窑进行重点发掘，那宋代兔毫盏就出产在这里，所以说这个北宋后期建阳窑曾为宫廷烧制茶盏啊，它2次发掘均出土了底下刻贡玉和进盏2字的茶盏，所以说文献记载还是可靠的啊，实物做了一个证明，说明它确实是给宫廷进贡茶盏的地方。
那么第二次发掘也证明了这个黑瓷的堆积层下边是青瓷啊，说明它早期烧青瓷，这都是和我们调查都是相吻合的。那么我总结一下呢，就是建阳窑的烧瓷历史，就是从唐到元这两宋时期是它发展时期啊，烧瓷品种主要为黑釉，同时也烧青釉和白釉，青白釉。那么兔毫盏是宋代的一个饮茶用具啊，是黑瓷中的名贵品种，以建阳窑的产品最具代表性。其特征是在黑釉上呈现棕黄色、铁锈色或银色等条纹，形似兔毫，所以得名叫兔毫盏啊。其形成原理主要是在烧制过程中，气泡将铁质带到釉面，在高温下釉层流动，富含铁质的部分垂流成条纹，那么冷却时析出这个赤铁矿小晶体，从而形成了美丽的兔毫纹。像这种形成机理可能搞烧造的同志啊，就是做瓷器的，他们可能更说得清楚这个原理啊。我们就是从理论上了解一下。实际上，晋窑我感觉啊，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窑变釉。你看它这个就是在高温，不是在阳光下或者在这个强光照射下，它也可以呈现出这种五颜六色的这种纹啊。所以说它这个釉虽然是成色应该是主要是铁了，但是它也会发生变化，这个很明显啊。我们在后面看到的一系列瓷器上都有这个特点。那么我在这儿先再把特点讲一下，大家在下面看这个器物的时候，对应的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特点啊。首先，胎子是比较厚，因为含铁较高，胎色深，呈这个干紫色啊。什么是干紫色？这干本身就是黑中略微带点红的这种颜色。所以说这种颜色很黑，有的是像铁的那种颜色啊，所以说胎的含铁量非常高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胎体也比较厚重，它釉为高温窑变釉，因为在釉中富含铁，所以高温烧造易发生变化，出现油滴、兔毫都是铁的这个细晶。那么第三，器型是以碗盏为主啊，少量壶、罐、瓶、盏托、灯等等啊。第四点就是为宫廷进贡的瓷器呢，制作精细，口径大多在11到12厘米之间，刻有或印“贡玉进盏”二字铭文啊，这是比较明显是进贡的瓷器。那么烧造工艺多一匣一器，里边还有电饼垫着，是吧？所以说这个底部这个电饼，由于它用力一团泥用力压，它的压成不规则的这种圆形的这种电饼，这个可以看实物都可以看到。品种刚才咱们介绍了，下面我们看造型。那么造型这就是有点盘口的这种瓶啊，也比较有特色。这是罐子，就是一个纯口，直接就是罐身。这个也是类似的两个瓶罐。这是一把壶，你看这是流残了，这个柄也残掉了，也是这种像盘口一样的壶。这盖盒也比较少见啊。这是灯，这里有放面儿的这个一个小环啊，这个灯都是这样造型。这次发现的这个，就是19年去看的时候，发现还有连瓣多层连瓣的这种炉啊，这个还有这种灯。你看这种青釉同样是这种刻出来的多层连瓣，一般3层连瓣的这种造型和那个黑釉是类似。然后我们看最多的大量的器型是这种盏和碗啊，各式茶盏是最丰富的，有大有小，口部式样是有很多的变化。这种我觉得是可以认为是标准式啊，你看那个口下边有一个内竖的这么一个弧度啊，这个
特征非常明显。你一般进贡的，我们看很多都是这种，这儿有往内收的一个变化，然后这兔毫是很明显，然后我们看垂釉也是它的一个特征，是吧？这是脸口，这口微内敛，这是长口。你看口的颜色都是没有光泽的这种铁锈色，上边是酱色，下边是黑色，就是釉铁它烧造过程中比重大还是怎么样，它会下沉，所以这个底下一般黑，因为也是釉厚。这是福建博物院的那种内敛口的啊，这是外卷口，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就是外卷口或者叫长口，都是一样。这是大英博物馆藏的，也是一个一个碗，也是撇口啊，这个同样也是类似的。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说刚才有点说像标准式的那种啊，就是漱口，就是在口下有一个内漱的这么一个弧形的一个变化，这是兔毫盏比较典型的器型，是吧？这两个都是美国收藏的。下面我们看这个窑变啊，窑变的这个釉色能变出多少种？我们看一下，这是典型的兔毫盏，我们看仍然是漱口是吧？这叫内漱，这样。然后我们仍然看它下边釉厚垂流的，这有一个痕迹啊，这儿垂流的比较厚，然后胎色比较深。然后有的我们看它这个颗粒感都可以出来啊，就是说它的胎的处理啊不是很精细啊，可能有的有少量的比较精细，大部分都是比较粗的这种胎，这是典型的兔毫盏了。我们把这个毫纹放大，这就是我前面介绍的给我的那几百张图片里边，他们做了一个这个建窑釉色集锦，我这里边抽出来几张，大家可以欣赏一下。这就是所谓的金毫，就是褐色的这种毫纹啊，放大看是这种效果。底下因为釉厚呈黑色，这是金毫啊，这种因为我们下面要分几种这个毫纹，它是颜色不同。你看这也是典型的兔毫，是吧？这个毫纹看得很清楚。你看这个呢，就是明显的它是发银光的那种啊，银色，所以我们这个当地的他们这个研究这个建窑的就把这种叫银毫。这个也是典型的这个这个漱口的这种盏是吧？比较标准的，这儿垂釉黑胎的特点都一样。这是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的。然后下面我们看，刚才看金毫、银毫了，这个是蓝毫，呈现出蓝色的条纹啊。这个确实啊，我们在阳光或者强光下一照，这个建窑它这个变化，这釉色的变化就能反映出来。有很多标本都能看出这种毫纹的是彩色的。你看这个就是五颜六色，那肯定是彩毫是吧？金毫、银毫、这个蓝毫、彩毫，这个我看没成毫啊，但是它白色的，是吧？也是一种可能这个，没太成毫纹啊，但是也是类似的。下面我们看这个窑变，刚才一种是变成兔毫的啊，这是建盏里边最知名的兔毫盏。那么下面还有一种油滴，你看它这个油滴就是一粒儿圆粒儿，就像小油滴一样浮在这个釉面上，所以你看它的胎仍然是这种漆黑，这个胎相对感觉还是比较细。这也是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的一件啊，也是油滴里边比较精的一件。这个要用光一打，它也会出一点那个五颜六色的那种颜色。
所以说它这个窑变的效果在很多这个器物上都能反映出来，这是它里边的颜色。你要光一打，它这个蓝色就出来了，是吧？这是底部，还是这一件，也是出现内外都是油滴。这也是日本金家堂收藏的一件长口的。我们看这个特征，胎厚、釉厚，然后垂釉、黑胎，这些特征都是建窑的这个特征。如果这儿胎子是白的，大家要注意了，这窑就不是建阳窑的了。所以说看胎还是很关键。第三种啊，刚才咱们看土豪油滴两个，现在我们看最漂亮的就是这个曜变天目。这天目是日本人起的名字啊，这曜变也是这种东西，因为只有他们有，所以他们起的这叫曜变。这曜我觉得很贴切啊，因为它不是火字旁的那个曜啊，火是地火嘛，这个日月都是天上的哈，像星辰一样耀眼，是吧？所以选择这个曜变，我觉得还是很贴切。我们看它这里边呢，出现大小相间的这种圆形的这种形状啊，这个我们后边还会出现，大家和别的窑的可以做一个比较。这是大小圆形的这个像油滴似的，但是它是彩色的。也非常漂亮，这应该是日本收藏这个曜变里边最好的一件啊，颜色最漂亮。这是放大的之后这个图的感觉，你看大小像那个聚墨攒珠一样啊，大小聚在一起的这种感觉。而且光线一打，它这个蓝色啊，其他的颜色就都反出来了。非常漂亮，这是日本收藏的另一件啊，曜变天目的是这个大德寺龙光院收藏的一件，这个也是大小点聚集在一起这种形象，这个颜色不如刚才那一件，这个也是刚才那一件不同角度拍的，你看大小这个圆形的这种曜变的点。这是又一件，你看这是日本藤田美术馆的，它用灯光打也会出现这种蓝色的曜变，是吧？也是很好看。这个日本美秀博物馆啊，也收藏有这个类似曜变，这颜色没有前几件那么明显。这是美秀内部的啊，看着。这也是那个美秀底部，我们看垂釉是吧？这个特征都是，然后铁胎是吧？含铁量非常高，铁胎圈足窄而浅啊。这个圈足我们看有的是斜一点啊，有的是平一点，它的细微差别还是有。这是2019年啊，我这个2017年去看那个东京国立博物馆是只展出了这一件，在那个他们当时有一个茶汤展，展出了一件。那么2019年在这博物馆3件同时展出啊，藤田美术馆的，这是藤田的，金家堂的，这是龙光院的3件曜变天目同时展啊，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但是去看展，他们不允许拍照。后来有的朋友偷偷的拍了，我是隔得很远，在另一个建筑拍另一个建筑拉近，但是拍不清楚。这个是他们做了文创啊，那个产品有那明信片，有那个书，都可以翻拍这个图。这是我们国内啊，杭州古乐会馆有一个收藏的也是蓝色的这种曜变，但是是一个残件，但是我们看颜色也是很漂亮了啊，发蓝。然后这个也是铁胎，背面铁胎垂釉，这个特征都一样。好，这是前边我们讲了兔毫油滴是吧？还有这曜变。那么第4种我们看鹧鸪斑。
这不是变出来的，这是有意，应该是加了一种颜料上去啊，所以呈现出来的另一种效果。像不像鹧鸪斑呢？大家看这个就知道了，这就是鹧鸪的标本，这是生的活着的这个鹧鸪，都是黑色地儿上面白色斑纹，是吧？所以这样比较的话，确实用鹧鸪斑来形容是比较贴切。这种当地他们把这种就像西瓜皮似的啊，一道清，一道深，一道浅的那种效果啊，所以说这又是一种，这应该也是有意做上去的。这是福建博物院类似的这种，黑地儿上边酱色的斑纹，这也是类似的。还有这种啊，这种和刚才我们看到的那种这个，鹧鸪斑是差不多的装饰，但是它地釉不同，地釉有纯黑釉上面加白斑，那个就好看。它这是酱，有点酱黑色，有窑变上边再加这种鹧鸪斑，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也比较少见啊。可能这么多年也就看到这么一件，它是用这个。可能用这鹧鸪斑的这种料差不多啊，它堆起来的这种一个像蝴蝶一样的这花纹，这的确很少见啊。但是确实窑址里边出过这类东西。你看，这也是窑变，在酱油上边这个黑白窑变是吧？颜色有变化，这是黑地儿上边的酱色斑点，这也是酱黄色上边白黑的这种窑变，这是青黄釉上边的褐色的圆点啊，这是有意做上去的。嗯，从釉色上看，我们看呢也可以分成这种，像这种是既有黑釉也有酱釉两种颜色的，这也很普遍啊。一般底下是黑，上边是酱色，这种也很常见。然后纯黑的也有，我们看这是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个黑胎垂釉漱口，是吧？这特征都是一样的。然后这是维克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两件，这就是你看口上仍然是那种没有光泽的铁锈色，下边是酱色，这上边是酱色，底下黑色，它就是变化在窑中变化也很多，所以说这种铁的这种元素在高温下也是可以发生窑变。这是牛津大学阿什莫宁博物馆收藏的，也是土豪展，也是这种标准式的垂釉黑胎，是吧？特征都是一样。这是大都会博物馆的，这是哈佛博物馆敞口的，这是口部是镶了金属的口，应该是这个有部分脱落。你看这个就是纯酱色了啊，口更深一点酱色，底下是这种酱油。这个如果看碗里，感觉不太像建阳窑啊，但实际上还是啊，建阳窑也烧过这种纯酱油。你看这就属于纯酱油，从内到外都是这个酱色，这个垂釉现象和黑釉是一样的。这也是土沁的颜色啊，这有刻画的符号。这是又一件酱色的，我们看这仍然是黑胎，这个垂釉不厉害啊，但是黑胎一看还是建阳窑的这个胎。这也是酱色的，有垂釉，这也是酱色。那这一件这底下还粘着原来电饼的那纱似的。哦，这种也是建阳窑的一种啊，这个青釉，它青中泛黄啊，有点有点青，有点绿，有点黄的那种颜色。这也是建阳窑里边一种，也是虽然量不是很大，但是也不少啊这类。你看这个就是上边都是青釉嘛，中间这是基釉厚，所以就成了黑色的了。
咱们都知道啊，这釉就是越厚，它颜色越重，是吧？这个如果从断面上打开的话，它这个釉的厚度有的能5毫米那么厚啊，有的厚起来非常厚。这个还有这个叫灰背天目，应该也是日本起的这个名字啊。它这颜色，其实我们看就是不是那么正的那种颜色啊，感觉像没烧好的那种颜色似的。但是日本人很喜欢这种颜色，你看，包括这种它也叫灰背，它这个里边还有纹路啊，好像这釉面有皲裂的这种感觉，感觉好像是没烧透的这种。这也是另外一个。你看，我们看这标准的这个漱口这种造型都是一样啊，它就是各种釉色都有这种器型。还有少量大家我不知道关注没有啊？这个有些建窑的标本还有器物是有金彩，但是这个金彩已经看不到金的痕迹，但是这个彩描画的这个印记还在啊。这个建窑里边有少量，你看像这种就看得比较清楚。这个就和崇安，就是我们说现在划归武夷山那儿有一条窑，也出了这种外边花形开光，里边写字的这种金彩，这都是金彩，但是它那个金色掉了，只留下这个银色的这个痕迹。你看，这就是这个就是建窑和武夷山这一带出的这种金彩啊，也是这种建盏比较标准的这种式样。你看里边画的花瓣是吧？这个线条都还是很清楚。这个我也不敢确定是武夷山还是建窑啊，可能武夷山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建窑完整器金彩的少之又少。所以我们这个在鉴定建窑瓷器的时候啊，这个要分辨胎色与这个土沁色。你看这一看，这个颜色很浅啊，它不是建窑的颜色，是吧？但实际上它这个黄是土沁上去的黄。如果刷出来，或者是你把它这个，或者你看一个断面啊，器物的断面黄胎，你看一个器物的断面，它里边仍然是漆黑的。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的这种颜色所迷惑，一看这不是那种黑胎，就不认为它是建窑，这是不行。所以要看到它里边的这个颜色。你看，像这种，这颜色都很浅啊，实际上这都是土沁的颜色。这件大家你注意，它也是黄色，但是它这个新敲的这个痕迹啊，里边露出它是真正的胎色。是漆黑的这种胎。好，刚才咱们看了造型了是吧？看了这个釉色了，这个下面我们再看看款式。建窑款式实际上非常丰富啊，虽然我们前面和着大家以前了解的只有这个贡玉进盏这种款式，大家比较熟悉啊，但是这些年啊，经过收集资料。建窑的款式啊很丰富，这个有宫廷款，就是经过宫廷的，像贡玉进盏的这种款，也有姓氏款、纪年款、花样款、花押款、数字款、各种符号，还有这个花纹等等啊。你看宫廷款，一般贡玉进盏是大家公认的啊，这个是比较常见的。那么这些年的新资料，像新窑、尖匠。玉官皇天圣这些感觉，它可能和这个进贡的这个瓷器也有一定关系啊，我是这么分析啊，有可能。然后姓氏款，那我们就比较好理解了，李呀、陈呐、张啊、詹呐、方八、谢小九、小二，什么这一系列的都是姓氏款，然后或者名字啊。还其他的有公、正、吉，吉字在宋代瓷器很多瓷窑上都出现啊，这吉字，这样还有圣字。那么数字，我看到1、2、4、5、6、7、9，就缺3、8哈，其他的这数字。另外还有这个纪年款，
你看这个是很少的，就是写在器物上的款儿。这是什么呀？你一个午，这是年，是吧？这两个字，但是这个是什么字？这我感觉是像一个广字头，是不是这个庚？这个，现在因为残了不好判断，但是肯定是干支纪年啊。这个如果是庚午的话。就是有3个60年一轮回嘛，1150、1210、1270，这都是应该都是这个宋代的这个都在宋代这个范围里边。那么南宋的款儿应该是比较多啊。那个我们看纪年有淳熙年的，有辛未年，这个一查年表都能查出来啊。就是辛未年60年一个，是吧？它有的就是能遇到2个。然后甲辰年、淳佑，这个都有这种南宋的这纪年。这里边的信息呢，除了这个纪年的信息外，我们还得到的一个信息，就是你看它是6月24日坐霞4260双。这个霞呢，我感觉应该就是霞波的霞，因为你烧碗，你必须一霞一气，你这霞波也要先烧好，是吧？所以说这个是做霞。哎，是同时烧还是反正它是需要做霞，然后一起烧。这个程序我现在还说不太好啊，是先烧好了呢，还是做好了和器物一起烧？这个还得再研究了。另外，除了这个做匣，你看这又一个做匣，就说明它那个做匣的量应该也是不小啊。这一次就做4260双，是吧？数量还是不小。另外还有姓氏陈记，就是这姓陈的做这个匣。郑小九这种名字人名的这信息，这些年款一般都出现在匣钵上啊，这个器物上，因为底足露胎的地方就那么大，它不便于写更多的字。下面我们就看图片了，你看这个贡玉，这都是刻出来的，是吧？这个因为你这个放这个垫饼儿，你把它往上一压，这个字就印在这个垫饼上了。所以说这个一个是阴文，一个是阳文，就跟盖章那效果似的。所以这都是贡玉啊，这4个加这贡玉，原来我想应该数量不会很多啊，我感觉是这样。但是我们86年采集的时候，好像就是随手捡到那么几个，觉得量还是有一定的量。后来我们19年去调查的时候，他们那儿当地一下出这个贡玉的这种，好像就出了3000多，那数量反正挺大的。加上我这些年了解的这个私人收藏的里边，这个贡玉进展什么这个款儿也很多。你看这2个也是贡玉进展，你看这垂釉是吧？特征都是一样。这2个也是贡玉。这个我们看品种啊，就是里边带这种白色纹的，也给宫廷进贡。这就是我们说徽贝，我觉得烧到呛火候的那种，它也是贡玉的块儿。这4件，里边3件都是贡玉。你看这个是贡玉。这个为什么白色？这为让大家看得清楚，他们给涂了什么白粉了，石膏粉之类的，所以这贡玉的字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进展，是吧？进贡的进，展是那个斜语牌2个那个古写的那种啊。这都是进展，你看3个。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少见的，后来陆续这个有人在收藏这种啊，这就是新窑块儿，可能和进贡也有关系。这尖匠
这个是一个真的古写啊，这一个写有一个耳字儿的这种，过去我们好像库房账目上也有这么写这个真的。这是天字块儿，这是圣字块儿，做工还是都是很好的啊，有可能也是精工的。然后有些刻字的，就是字迹不是很清楚，看的，不能辨认。像这个宅字哈，好像类似还可以，这个像一个佛字，所以你看这个收藏的这个也是，这是是什么款儿啊？看不太清楚。这里边这个你看这个是吉字啊，就是带吉字的，就是刻在碗底上一个吉字，然后这个往这个垫饼上一摁，这吉字就印在这个垫饼上了。这个有意思，这个款儿。原来那个我那学生谢岩还试图研究研究这足球和足球长得非常像啊。这个宋代这个为什么流行这种纹儿啊，也是挺难解的。你看这都是贡玉，我们从垫饼上看这个碗有大小之分是吧？你看像这个就非常大，贡玉里边可能最大号的碗就是这个，这都是贡玉。这也是私人周先生藏的。我们故宫有一件，这个是刻“大宋明道”4个字啊，这个款儿大家分析应该是后刻，但是后到什么时候刻，这个现在不太清楚啊，会不会是民国或者是什么时候啊？这还有待研究了。那这个就是属于花样款儿，他画的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啊？这个一个什么图案？那这就是咱们说那足球款儿了。你看碗底上刻着，然后往这上面一摁，就印上面了。足球款儿，这也是一个或2个字的这个款儿，这都是有字的，就是不清楚。那么第5方面，我们看看烧造工艺。建窑其实咱们刚才都看到了，是采用一匣一气这种烧法啊，匣底放一团泥，然后碗置于泥团上轻压，然后使碗在匣钵中就固定了，这个比较牢固。然后这个匣相落，一个套一个，依次在窑中码放。那么一窑烧多少器物呢？取决于窑的大小、宽窄，它的那个面积了。初步估计就是像这个大陆后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135.6米长的这个一窑，可烧多少呢？就估计是能烧10万余件，这是有一个大约的估计。是不是有根据呢？我们从前面一个资料。我们再看一下啊，这就是那个龙窑。我们看这匣钵啊，当年就应该一排一排码的，这个一摞一摞的都是这个码放这个器物的这个地方。你看，我们通过武夷山这个玉林亭窑，这也是我们86年也调查过这个窑，现在它做了一个窑址保护。我们看这顶棚是龙窑，还拐了一个弯儿啊。有的龙窑它不是直的，它有的是有点弯度啊。这个就是一个，他们发掘2条窑，这1号窑和2号窑，我们看都是匣钵啊。这里边发掘出很多这个匣钵。这就是武夷山窑，它的烧法我们看和这个建阳窑是一样的。这底下垫个垫饼儿，然后这是一个碗，然后上面一个匣钵再摞上来，因为它不是尖的嘛，那尖的底儿正好压不到这碗，就是一个一个摞起来这样。然后这个是武夷山的那个2号窑，这个2号窑呢是107米长，它比刚才我们说的那130多米长的短了30米，是吧？所以说他们当时也是这个窑保存的还比较完整嘛，这个当时他们做了一个估计，说的这个可以烧5万件啊，1号窑可以烧5万件
2号窑，就是坡长是113.1米，水平测它的长度是107米，内宽2米，是目前仅次于大陆后门这个窑的这个长度，所以他们估计呢，这条窑这一次能烧8万件。那么建阳窑比它长出30米来，那数量肯定要超过8万件，估计10万件左右应该是差不多。我们下面再稍微总结一下啊，各地藏建盏的这个情况。首先我们看国内，福建省呢应该是藏建窑建盏比较多的地方啊，包括福建博越南平博物馆、建阳市美术馆，是吧？这轻工业研究所这些应该是收藏建盏比较多的单位。另外像各地的博物馆，像故宫啊、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江西婺源县博物馆，这个都有收藏。然后这个我们看私人的也有一些啊，这个也收藏啊。刚才咱们看了好多标本，那个也是都是私人收藏的，完整器物也有。那么海外收藏的情况，刚才做了一个介绍，就日本应该是收藏建窑最精的地方。你看它那4件要变哈，都是收藏在这个日本，所以说这个中国这个最好的这个建窑这几件都在日本啊，都是他们当地定为国宝级的这个文物。像藤田是吧？这个德川也有九州国立博物馆、林园美术馆、美秀舞蹈。文化部省永清文库根津美术馆、京都都有这个建窑的瓷器收藏。那么韩国也是收藏这个建窑也算是比较多的一个，我们下面专门来介绍一下韩国的这个藏建窑的这个情况。然后美国像大都会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哈佛大学博物馆是吧，都收藏有这个建盏。那么英国呢，大英博物馆、维克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牛津大学阿什猫宁博物馆都有这个收藏。这个为什么介绍一下南朝鲜西安沉船呢？因为它里边有不少建盏，所以说咱们把它的情况大致做一个了解啊。这个船是在新安这个地方沉的，据专家们分析呢，这条船的目的地应该是去日本的，结果在中途就在新安这个地方就沉没了。然后朝鲜呢，他们就经过10次打捞发掘啊，出了不少的这个器物。你看，经过10次打捞，共出了18000件文物，还有800万件重达30吨的铜钱和部分珍贵的紫檀木，书是那个器物，包括铜器、银器、漆器、木器、石刻、瓷器，是吧？还有一些这个胡椒啊、草药、香料这种东西。那么陶瓷应该是其中最多的，17000余件，其中1半以上是龙泉青瓷，另有1/4产自江西景德镇，其余的则是产自福建的黑瓷和吉州窑的褐彩瓷，北方磁州窑的白地黑花、黑釉瓷，以及一些不知产地的日用陶瓷。这就是2019年这个我们带学生去看这个西安海底沉船展的这是专门它有一个常设展，就是展出龙泉啊，这个景德镇的一些窑口的。然后这黑釉瓷就是专门展黑釉，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建窑的产品。我们看这就是建窑的，仍然是漱口这个垂釉黑胎是吧？这个特征和我们刚才前面看到的建盏应该是一样的。你看这一组
也有部分青釉是吧？但是黑釉啊，有两色酱和黑，嗯，各占一半的这种都有。所以说，建阳窑是这西安海底沉船里边也是占有一定数量啊。虽然不及这个龙泉和江西，但是它也是有一定的量。因为这都是建窑土豪盏，这是比较黑的、纯黑的。底部我们看也是这个特征，垂釉，这个粗胎是吧？很黑的这种胎，这个漱口是吧？这造型都是那种标准式，这都是比较标准的，这是长口的。这个也是都是建窑的。这是土豪盏长口的，这是漱口的这种。第二个是茶阳窑啊，这茶阳窑就是在福建北部，和建阳也是距离不是特远，就是在南平那个地方。这个估计是请咱们的专家啊去辨认过，所以辨认出这是茶阳窑的产品。这是也是小碗，你看它这个形状、底足的处理是吧？胎色和建窑都还是有一定差别，这是体现出地方特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赣州七里镇窑的这个这个骨钉的这种罐儿，你看很有特色的啊，这都是有带釉的，有素胎的，上面这个白的这些小骨钉挺漂亮。然后还出了有吉州窑的尖纸贴花带帽釉，这是瓷造窑的黑釉贴花，这是磁州窑，都是黑釉是，所以说这个黑釉销往日本啊，目的地应该是日本比较喜欢这种黑釉瓷器，这都是磁州窑，这是到元代了。还有十年啊，这都和饮茶是有关系的，是吧？这十年。然后第7个问题啊，咱们简单讲一下这个各地对建盏的模仿，就是南北方瓷窑都模仿建窑啊，有的仿器型，仿土豪，仿油滴，仿烧造工艺等等，形成以建窑为中心的建窑系。其实建窑系我看很多这个书已经在用这个词啊，但是建窑系对这窑系的提法，有的专家不认可啊，他们说这个窑系不科学。但是我们觉得这么多年一直在用这个，大家一用窑系就很容易理解是哪一类东西。我要说建窑系，大家一定就理解是黑釉、茶盏这类的东西，是吧？这是很典型。比如说我说磁州窑系，大家第一想到应该是白地黑花，大量的白地黑花，是吧？这是磁州窑烧的最典型的品种。那定窑系那就是烧白瓷为主的这个定窑的这种风格的器物，是吧？如果说这个系不科学，那么我改一个词也是相类似，比如我说建窑类型，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是吧？就是说是建窑黑釉这种类型，那大家都没意见了，可能这个，但是一说戏，大家比较用的比较熟啊，都知道，在中国陶瓷史的时候，六大窑系那时候还没提建窑系，那么后来陆续有专家加上了这个有建窑系啊，八大窑系里边有建窑系，所以我觉得建窑系还是成立的啊。那么为什么建窑茶盏流行呢？这和当时的这个斗茶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个斗茶又称明盏，是一种品评茶叶品质和点茶技艺的习俗，最初起源于福建建州一带，主要用于贡茶的选送，后逐渐成为一种竞赛游戏，并在全国各阶层流行，成为宋代一时之风尚。所以说，建盏的流行与斗茶是有关系。那建盏它斗茶中经常取胜的原因，我想可能因为它这个含铁量高，是不是保温效果好，还是反正它一定有它的优势，所以建盏在全国都流行啊，各地都纷纷仿这个建窑。
你看，这是我们这个去建阳的时候啊，一谢先生他收集的资料，这个都是他们当地人对建窑，很热爱，那种对家乡的感情很深啊。他们研究建窑，研究的也很深入。点茶法他们自己就会做。你看这个就是按照宋法点茶，请我们喝啊。你看用这个建盏喝这个茶，宋代古法的这种点茶法做出来的，觉得喝出来宋代的味道了，挺有意思的。首先我们看福建仿建窑啊，除了建窑烧这种黑釉茶盏，我们看玉林亭，刚才咱们介绍了啊，就武夷山那条窑，这个也烧这种小盏，这都是黑釉的，这窑址出的。光泽窑，光泽窑我们看它胎色比较浅啊，这是地方特色了。折绒也是在福建北部，胎色和这个建阳窑略不同。建瓯也是胎色比较白，是吧？这个各地的它的胎色不一样，形也有略微差异。这是顺昌偏这个福建中部了，都是烧这种黑釉盏。建宁窑我们看也是烧，胎色也比较白。南平就是刚才说南朝鲜仙人沉船销出去的，也有这个南平茶阳窑的，就是这个窑。宁德就是沿海地区也生产这个茶盏。闽侯、福清是烧这个黑釉盏质量较好啊，它烧青釉质量也非常好。福清同时还烧这种，就是刚才我们看中间团菊外边蝴蝶花的这种啊，它也烧这种青釉，珠光青瓷。然后你看三明，这个华安，这中部，这南部了，这都烧这黑釉。这泉州也是，厦门都烧。第二个我们看江西坊，江西坊是离这个建窑比较近的是这个广丰。你看它这个匣钵一匣一器的烧法，里边垫饼，你看这垫饼，这和建窑完全一样，而且胎色也很像建窑。所以我们在鉴定建窑的时候要注意啊，看看是不是有这个江西地区仿的好的，胎色也很接近。你看这是广丰的完整器，我要不说这是广丰，大家会不会以为它是建窑？很像很像的，是吧？这是他们叫盐山啊，这个字他们念盐。盏窑说明这个窑专门烧茶盏。你看这一个匣钵一器这样叠叠相落，这因为烧粘了就烧坏了。也是同样的烧法和这个。这是静安铜鼓，我们调查的这个标本。这吉州窑是烧黑盏，金溪窑，这是南城云氏窑，它也有一个小漱口，但是胎色不同。这是宁都的，你看宁都东山坝窑烧的这个也是小茶盏。这吉州窑，它和这个建窑的这个鹧鸪班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它这个白点排列整齐，一圈一圈的，这个也很好看。这是吉州窑，黑釉上面带白色斑点，这有甩上去的痕迹啊，感觉。所以这是吉州窑坊。下面我们看浙江坊，也是一匣一器的这种烧法。这是临安，就是杭州离得挺近的，这个是也烧这种黑釉小盏。这是这个挺有意思，这个黑釉和这个青白釉相粘连在一起，说明什么呀？就这两个品种它是同时一窑烧的，烧坏了粘在一起，我们知道它是同时烧的，是吧？所以说这个在浙江、福建很多窑都是这样啊，两种釉色相粘连的这种情况还是挺普遍的。这是临安谢家也烧这种小盏，但是它这个烧法不太一样。
你看它这直接电沙粒，就是上一个碗直接落在上面，所以破坏了这里面这个釉，这又是黑和青釉相粘连的这种童窑烧。这是义乌的，就是浙江中部的烧，不是那么黑啊，但实际上是黑釉茶盏。这是武义的，你看这黑釉茶盏烧得很好，这都是背面，胎色也是略浅，这也是武义的。武义郭洞，这我们08年去调查的，找到这个可能黑釉堆积比较多的地方，采集的黑釉标本也多。这是你看它这个电饼是吧？和这个福建建阳的也很像，也是这有压的这个痕迹。衢州冬瓜坛窑，它这个烧法比较特别了，支钉支烧，一般满釉就要支起来啊，不支起来，两个器物就粘在一起了。所以这也是衢州的，也直接电烧，在碗心中直接电烧。这是江山窑，江山，有一个特点，大家注意了没有？你看它这个黑釉加一个不同颜色的边儿，这和北方的做法有点像啊。北方黑釉白口是吧？我们叫白福轮，这实际上也是日本起的名字。这个是浙江地区，因为这个地方没有那么白的料，它就是用青釉，他们当地主要烧青瓷嘛，所以就用青釉来装饰这个黑釉。你看这个更简单啊，江山达和的，它是釉施满釉以后，把这一圈刮下去，刮下去上一个碗的足就落在这个色胎上，所以它也不会粘在一起。这个是最简便的叠烧法啊，但是外观上不那么好看。这都是青口黑釉青口的器物。这是梅浦临海梅浦的是浙江东南部地区的，也是直接电烧。这温岭大溪这个窑的也不是太黑，这个地方烧的比较好啊。庆元潘里龙窑烧这黑釉盏，你看它的胎色也是很黑啊，这是土沁色，它里边实际上胎色很深，和建窑也是很相似。这电饼儿，我们看底足也是一样的烧法，那这个也是电饼粘在上面了。你看这匣钵漏斗式匣钵，这个电饼儿，这个电饼儿这个还粗糙啊，这几个已经和龙泉的那种电饼儿很相似，瓷质了，已经瓷化程度很细的这种电饼儿出现了。这是浙江南部的苍南地区的，也烧黑釉盏，泰顺也是支钉叠烧。这是杭州考古所出的这个黑釉盏啊，其实看起来应该也是浙江地区的。然后第四，我们看看四川仿，四川也有仿的很好的啊，广元窑仿这个建窑仿的很好。你看，但是它底足有特点啊，这是饼形十足沾沙烧，是吧？而且它这儿也是很黑啊，胎色也有很黑的，和这个福建比较接近。你看广元垂釉深色胎，是吧？这口内敛的这种漱口和这个建窑很相似。你看像这个乍一看就像建窑，实际是广元。你看这个也是烧的很好的广元窑的，这是泛蓝啊，建阳窑里边也有这种泛蓝的这种釉色，但这个胎色就显得浅一些，它有白胎和黑胎，像这种就是黑胎，这也出现银毫了。你看这个烧法也是浅圈足，是吧？和这个建阳窑还真的很像。它也出现窑变，这是我们在这个安市博物馆看到，你看这一块啊，看得出来吧？彩色窑变。这我把这两个做了一个对比，你看这建窑是巨墨攒珠啊，大大小小的气泡一样啊，在这儿浮着，耀眼变化。
这个呢是呈几何形的、方形、见棱见角的这种，这在形成机理上，我觉得可能他们搞烧造的人更清楚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啊？这为什么这是圆形的泡沫式的，这个就是方形、三角形、见棱见角的。这都是川窑坊，我不敢确定是哪个窑，但是一定是川窑坊的。这个开始一看，乍一看像定窑吧，很像定窑是吧？定窑也确实有这种，但是一看胎子啊，这涂了颜色，然后这个胎色不白，因为我们说定窑的黑釉这胎和白釉是一样的白啊，它这个胎一个是不白，一个是软，所以我考虑可能还是川窑做的啊，这个可以再进一步研究。然后我们看，这是广元的，这是西坝的，都仿这个建盏。西坝窑也是，它有丙形十足，也有像这种挖一下玉璧足也有，所以这个胎色也像比较粗啊，也像那个建窑的。你看这个胎是吧，很像建窑，这都是西坝窑的，它也出现这种土豪。这是窑变，是西坝窑的特色啊，它这出现蓝白条纹的，这是西坝窑的特点。你看这个也是漱口是吧？完全按照建盏的那个样式做的。这个也是粗的胎，足略微有一点不同啊，没有那么厚的垂釉是吧？这是一个细微的差别。然后西坝窑也有这种带描金的。也是只剩下了一个描金的痕迹。这是金凤窑，又是一个，也是烧黑釉茶盏。这个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啊，原来是不是放在建窑里边？但是我现在看，我觉得也是川窑的东西。虽然垂釉，但是它这足的做法和建窑不一样，是吧？它这是圆的这种足，这和建窑是不同的。造型上也是略微有点差别。这是川窑的黑胎啊，仿建窑。这是重庆的，重庆荣昌也烧这种黑釉盏，也是有点像啊。这也是荣昌。这是广东地区烧的黑釉茶盏。这广西的，你看它也有黑釉青口，然后它是支钉之烧，这是它的广西啊，用支钉烧的比较多见。你看这都有支钉痕，这里三个、五个的、6个的都有。你看这个出一道棱儿的，内里边出棱儿，外边就是内竖的，这和建盏的形还是像。支钉之烧的，这永福窑、这柳城窑都是支钉之烧。然后我们再看一些北方的定窑，是吧？也烧这种茶盏。这定窑标本里边，你看这种黑釉，然后酱色斑点和建窑窑的那种也有点类似啊。这个也是圈形的，像窑变的那种。这是带棺材块的黑釉的碗，这个也是比较少的。这是日本收藏的啊，带金彩的牡丹纹的这种酱釉的金彩的碗，这金彩保存的还比较好，还能看出金色。这是维多利亚阿尔伯特收藏的这盏酱釉盏和盏托。这是井形窑。发掘出土的也是黑釉，它很像定窑啊，白釉、黑釉的和定窑都有相似，因为距离太近。这磁州窑的也是茶碗似的这种黑釉酱斑，这都是磁州窑的，有的时代晚一点儿，这就是黑釉白口是吧？这在北方比较普遍，就是一件器物上出现2种釉色啊。我叫它2色釉，黑釉白口或者是白釉黑口，这北方都常见。这都是黑釉茶盏。
你看这也有兔毫的，这官台出的啊，这个带酱斑的、兔毫的都有。这个碗，这个到元代了，也是黑釉带褐色条纹的这种。这是羽县爬孙，它是外黑里白的这种啊，这在北方都很流行。这是宝丰窑的黑釉酱釉茶盏，登封窑的这也有茶碗儿。鹤壁窑我们看也烧这种黑釉茶盏。当阳玉窑，当阳玉窑是它的这个白釉和酱釉、黑釉水平都非常高啊，一点不亚于，我觉得不亚于定窑有的白胎非常白，黑釉漆黑光亮，而且胎很薄，所以说当阳玉窑是一个烧造水平很高的。这是白釉酱口啊，这也是一种装饰。你看这当阳玉的和定窑的很像，是吧？一个折腰的盘，一个碗，这林汝窑的黑釉碗，这是鲁山窑的，也是有窑变的这种现象。鲁山窑的，这是鲁山窑，这山西地区的临汾窑也有类似的这种啊。这是合金窑，也是黑釉茶盏。这是山西的，应该是这种油滴。这是德国收藏的一件。这陕西耀州窑也是黑釉带酱色斑纹的啊，也是这种茶盏。这件比较有意思啊，这件是南宋漆器仿建盏及托的这么一组器物。就说在宋代同时期的工艺品之间互相是有交流的啊。或者是瓷仿漆，或者是漆仿瓷，这种交流都是有的。所以我们研究瓷器的同时，要和其他类的工艺品要互相的这个对比来研究。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金代的仕女捧茶盘的一个方砖，你看它茶盘的两个盏托，这个应该是放茶叶末的那种茶叶罐儿。这是一个喝茶的一个组合。像这个河北张家口宣化辽墓出的，盏托，这是托壶似的。这里边这个壁画里边，你看这个盏托啊，黑色盏托配白色茶碗儿，这个看着是起码是浅色的啊，茶碗儿。那这个是东京国立博物馆那个茶汤盏里边的。这有这种黑漆嵌螺钿的这个盏托，上面可以配这个茶盏。然后这个是一个剔锡的漆器啊，剔锡工艺的这个一个漆的盏托，上面也可以配瓷的。你看，这就是这个茶汤盏里边他们配的托配盏，这个黑托配青白釉。总之，南北方都仿这个建窑，分布地区较为广泛，形成了烧制黑釉、酱釉茶盏、茶碗的广大窑厂。所以要仔细鉴别产地，特别是仿建窑比较好的窑，如江西广丰窑、四川广元窑、西坝窑等胎色较为接近的，这个要特别的注意。最后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现代仿建窑的这情况，稍微超了一点啊，尽快。对建窑的仿制，建国以后陆续开展啊，80年代开始，很多窑都是这个恢复生产啊。为什么我说景德镇除外？因为景德镇后代仿前代的这个很多啊，这个就不在我们这里边讨论范围了。所以说，这仿这个几大名窑的这个都是当时国家支持啊，恢复传统陶瓷文化嘛，所以各地纷纷响应，仿关、仿钧、仿定、仿鸽、仿龙泉、仿磁州啊，这些国营瓷厂及陶瓷研究所当时是主力啊。所以我当时刚进故宫不久，就和其他同志被派去浙江陶瓷研究所接送文物，就是为了供他们当地这个仿制这个器物。那时候
这是我们亲自就是自己拿着文物啊去送去或者取回来，所以说这印象还挺深的。那么随着发展，这文物越来越受到重视，个人坊逐渐增多啊。2019年我们去福建的调查的时候，就是了解建窑啊，做建盏的，据说有3000多家。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到处都是卖建盏啊，非常多非常多，这是有原因的，它已经形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了。这是86、87年，我陪冯先生去这个就是调查窑址的同时，也了解了一下当时仿制建窑的情况。这是当时仿的比较好的，叫陈大鹏啊，不知道这个人现在还怎么样啊？也过去好将近快40年了，30多年了。这是正在交流这仿建窑的这个情况。所以现在他们仿这说要经过13道工序啊，也是很复杂的这个。这是我们2019年去看这个仿建窑，你看这个其实做的水平，要论水平的话，现在的这水平不亚于古代的那水平，因为它这个釉更细，烧成温度更高啊，就是现代感出来了，就是更细润给人的感觉啊，那其实水平是不差的。但是我们要追求古代的那个韵味儿，这个就显得就是比较亮啊，这是必然的。像这种各种釉色有发红的，你看这里边出现那种蛤蜊色的那种各种光泽啊，都可以烧。这土豪油滴啊，仿的，你看像这种就是原大啊，照着原件去仿的这些，如果形儿非常好，胎也非常好，再一做旧，这个对于我们鉴别来说就比较困难了。这当时还都是获奖作品，你看它胎色，我们看还达不到这个宋代的这种颜色，但垂釉这口部这个色的这种锈色，还是挺到位的。这也是当宋，你看这个就有陈旧的这种宋代的这种感觉啊。这也都是仿宋代的。其实日本啊，我找到的资料，他们15、16世纪就仿建窑，可能之前也仿，我还在找这些资料。应该日本仿这个建盏是比较早了，这也是现代仿古的这种。你看，这是濑户天目丸，就是日本仿的，是一个日本人捐的，这都是日本仿的。这是现代仿的，我们看和原件比，它这个锯末传珠的这个显得比较死板，是吧？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胎过黑过细又过亮，是吧？这些都是现代仿的特征。现在我们看仍然使用龙窑在后颈这儿烧造，现在测温都用这个啊窑具测温锥，它这每一组可能这个烧成温度不同，烧到一定温度，这个锥有的就倒了，一倒了就说明达到一定温度了，它这个是不同温度的这个测温的。现在匣钵是平底烧4件，底下也有这种瓷质垫饼啊，都是工艺比较细，比古代细，这烧出来的也很漂亮，但是比较板，这都是刚出窑的。好，这个通过这次培训啊，掌握鉴定瓷器的基本方法，大家可以了解到了，都是以考古资料为依据，参考博物馆及私人藏品，了解一个窑从其烧造历史、品种、器物造型、装饰、胎釉款式、烧造工艺等方面入手，还要参考同时期受其他工艺品的影响及相互交流，以及各窑之间的这个交流。那么鉴定一件器物，也要从造型、胎釉、纹饰、款式、烧造工艺等方面综合鉴定，必要时还可以加上科学检测。这就是我们故宫这个窑址考察出的一套书，还没出完啊，因为疫情，我们后续7卷
因为这个经费也是压缩了嘛，结果在等，所以说这个后续期卷会迟缓，后续再出啊。这福建卷都出了，大家如果有兴趣了解福建窑口，可以参考这套书。关于建窑，我和这个陈锡圭先生也是编了一个建窑的这个书，大家可以参考。但是都是皮毛的研究啊，没有太深入。好，今天这个课就到此啊，结束了。